我与晋王成亲之日，庶妹晕倒，可写上吊。晋王当场扔下红绸，扑向后院，抱着她上演一场苦情大戏。满京城的人都在看我的笑话，我却不动声色。切，后院多的是，可升上赐婚的晋王妃只有我一个。第二日，庶妹敬茶时，在我面前示威，我才是王爷心尖上的女人。我轻抿一口热茶，抬眼看向她，那就好。等王爷归天那日，正好你这个爱可以殉葬。晋王殿下，求你救救二小姐，她咳了血，已经晕死过去了。庶妹的贴身丫鬟二手里攥着一方染得通红的素帕，哭得撕心裂肺。穿着大红喜袍的晋王立刻冲了出去，满堂愕然，宾客们交头接耳。父亲铁青着脸，旁边的柳姨娘满面的欢喜，假意拭泪，眼角却不住瞟向后院的方向。父亲刚要发作，喉间滚出一声怒喝，我一把掀了红盖头。父亲，既然妹妹咳了血，她是殿下的救命恩人，殿下着急也是常情。沈家的脸不能丢到地上，要打要杀都需关上门。父亲定下神，深吸一口气，压下心头怒火。正是。来人，请大夫去清河院看二小姐。管家应声而去，脚步匆匆。宾客们面面相觑，却也不好再多说什么。走到清河院时，院门口围满了下人，院内种着几株荷花，却还未开花，衬得院子格外冷清。妹妹脸色苍白，虚弱地依在晋王殿下怀里。殿下，青儿不是故意的，只是身不由己，你别因为我误了吉时。嘴角溢出一丝淡红。晋王见状，心疼的眉头紧锁，抬手轻轻拭去他嘴角的血迹。那丫鬟画满脸的心疼，眼眶通红，看着自家小姐，声音哽咽：小姐，您喜欢晋王殿下，为何不说出来？生生熬坏了身子，你因为救晋王而受了寒，寒疾一直未好，又为情所困，这可怎么是好？他扑通一声跪下，一脸忠仆的模样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掉。殿下，二小姐心里苦啊，因为您和大小姐要成亲，小姐昨日夜里上吊自尽，若不是花儿听见动静，今日只怕都见不到二小姐了。救下后，她依旧心如死灰，今日还咳了血。他拼命磕着头，额头的血混着眼泪落在地上。殿下，求您娶了二小姐吧。她从救下殿下那日开始便心仪殿下，没有了殿下，她真的会死的。好口才，把庶妹说的又可怜又深情，活脱脱一朵惹人心怜的小白花。姨娘拭着眼角，我可怜的青儿啊，只可惜你投生在姨娘的肚子里，不比你嫡姐的好命啊！明明是你先认识殿下的，可怜你命苦，被抢了姻缘，却有苦无处诉。后面跟过来看热闹的贵妇人交换着眼神，眼底满是看戏的兴致，而我就是这场戏里最狼狈的主角。闭嘴！父亲厉声呵斥柳姨娘：晋王与玉溪的婚事是圣上亲赐，你难道是想说这一切都是圣上的不是？你是不是嫌命长了？一句话下来，柳姨娘瞬间噤声，堵住了所有人的嘴。天界赐婚，谁敢说一个不字？难道我就愿意嫁给晋王这个不思上进的庸才吗？忽然一道圣旨下来，我便要感恩戴德，低头接旨，欢欢喜喜嫁进王府。若不是天恩难违，谁愿意趟这浑水？庶妹抬着泪眼看向我，眼眶通红。姐姐，都是青儿的错，坏了你的好日子。不过你放心，今日便是我见殿下的最后一面，此后我再无半分念想。晋王听得心如刀割，红了眼眶，抬头看着我。玉溪，青儿是你的亲妹妹，本王决定娶青儿入王府。今日吉日，便一同进门，可好？看热闹的贵夫人们一阵惊呼，毫不掩饰鄙夷。王爷同时抬2个人进门，这沈大小姐的脸还要不要了？这庶女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狐妹子。父亲冷着脸看着晋王：殿下，你和玉的婚事是皇上亲赐，您这样做不妥吧？玉清泪眼婆娑，看向父亲，带着哀求：爹爹，姐姐是你的女儿，我也是，求爹爹也疼一疼女儿吧。青儿从来不敢与姐姐争什么，只是这一次，青儿想争一争，只求姐姐能给我一个侍奉殿下的机会。晋王心疼地搂着她，低头在她耳边轻声安抚：放心，我会护着你。本王说要娶你进王府，谁敢拦？我并不动怒，只平静地看着晋王。王爷，请问你是准备娶玉清做平妻，还是纳妾？晋王目光闪躲，支支吾吾。我接着道：今日你我大婚，若王爷要娶平妻，那便要重新准备凤冠霞帔、八抬大轿，礼制一样不能少。到时王爷准备先入东院还是西院？日后王府以哪位王妃为尊？若是纳妾，什么时候入府都不打紧。不过一顶小轿的事，悄无声息，影响不了父皇赐婚的大日子。要是他敢说娶平妻，到时便会上达天听。我赌他没有这个胆子，娶一个庶女做王妃，他的生母淑妃第一个就不同意。淑妃一心想让他攀附权贵，稳固地位，绝不会允许他如此荒唐。晋王权衡再三，温柔地对玉清说：青儿，委屈你先为妻，等你日后为我生下一儿半女，
我必为你求一个侧妃的位分，一人之下而已。玉清含着眼泪扑进他怀里，声音软糯。青儿只要待在殿下身边，什么也不求，但求一心人，白首不相离。我笑了笑，好心补充道：我朝太祖曾留下铁律，王侯以上公卿贵家结亲，不可同娶姐妹2人。玉清妹妹，你执意嫁入王府，父亲便会将你划出族谱，往后不再是沈家人，你可愿意？姨娘尖叫的冲进来，那怎么行？玉清是侯府2小姐，岂能画出族谱？我勾起嘴角，姨娘，这是律法，不信你问问晋王，或是甘愿做外室，无名无分，难见深光。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，若不是太祖留下的这道铁律，只怕晋王早就在大婚前迎娶庶妹为侧妃了。他就是没有这个胆子公开顶撞圣上，所以才会在今日闹出这样一场大戏，想逼我妥协。庶妹脸色煞白，低头沉思，最后咬着牙，眼神坚毅地看向晋王。王爷，青儿愿意自请出家门，从此不再是沈家女，只愿陪在王爷身边，与你朝夕相伴。父亲沉着脸，眉头紧锁，语气沉重。你为了一个男人，连家族亲人都不要了？沈玉清，你执意嫁晋王，便不再是沈家人，没有娘家，无依无靠，你可要想清楚了。他已经陪了一个女儿入皇家，实在不愿妹妹再趟浑水，奈何玉清实在固执。庶妹仰着头，楚楚可怜的哽咽道：求父亲成全女儿的一片慈心。父亲一甩手，讨脚带风，语气冰冷决绝。既然你自甘下贱，那我便成全你。晋王殿下，3日后回门，你来带他走。我明日开祠堂将他除名，从此沈玉清与靖远侯府再无干系。不管多荒唐，父亲有多不满意这桩婚事，我仍在礼部官员的见证下与晋王完成了婚礼，嫁入晋王府，成了名正言顺的晋王妃。洞房花烛夜，晋王却一身酒气地闯进来与我摊牌。若不是母妃执意要我娶你，我的正妃便是青儿。我会给你正妃尊位，但你不可阻拦我与青儿相伴。我微微一笑，妾身自当恪守王妃本分，打理府中内院。玉清已是王爷之人，我不会刻意为难于他。王爷，他根本就是在骗人！高门贵女，自小习的可不是男欢女爱，是长家立足的各样手段。妻妾之争，争到最后能落得什么好？我是晋王妃，身后是靖远侯府，只要我不谋害王爷，谁也动不了我的尊容。成亲第2日进宫，我与晋王乘坐马车前往皇宫，拜见皇上和淑妃娘娘。敬过茶后，淑妃留我说话，她拉着我的手。本宫知晓你昨日受委屈，你是钦定儿媳，无人可替代。回到王府，妾室们纷纷来拜见。拜见王妃。2个侍妾一美一娇，云是美艳不可方物，月之娇媚动人，绰约多姿。我送了见面礼，笑着说道：2日后会有一位妹妹入府时胜王爷，大家要和睦相处才是。2位侍妾惊了，王爷要纳新妃？我脸色难堪起来，抬手拭着眼角的泪，声音哽咽。她原是我的庶妹，机缘巧合救下王爷，2人早已情根深生。昨夜大婚，她可写上吊，自请出府。青儿愿意自请出家门，不惜舍弃沈家身份也要入府。我身为嫡姐，也争不过她。你们暂且忍让，莫生事端。呸！芸娘呸一声跳起来，满脸不屑。不过狐媚伎俩，上吊保息皆是旧手段，休想在我跟前肆意耍弄心机。王妃不必忧心，我定要与她相争，恪守尊卑次序。月娘捂了胸口，只见新人欢笑，难寻旧人啼哭。说着，伤春悲秋的走了。皆是宿命罢了。我抿了抿嘴，这王府以后可真热闹啊！3日回门，父亲果然将沈玉清从沈家除名，如今他已改名叫做柳玉清。姨娘拉着他的手，反复叮嘱：受了委屈可要回来说，娘永远疼你。父亲冷着声音：不必，他如今不再是靖远侯府的人，受了委屈便自己受着。你若心疼他，我可给你一封放妾书，你也可以离府而去。柳玉清含着眼泪：父亲竟这样狠心，青儿记住了，日后青儿若有飞黄腾达之日，也与沈家再无任何关系。说着，他已进晋王怀里。王爷，妾身如今只有你一个亲人。出府时，玉清紧挨着我，压低声音：姐姐以为是正妃就能压我一头吗？咱们走着瞧，就算我是侍妾，也照样赢你。从晋安侯府回到王府后，我与王爷入了正门，而角门外，玉清坐着一顶粉红的小轿，一路慢慢走了进去。王府里2位美妾早等在那里，满脸看戏的模样。见柳玉清下了轿，她也不见礼问好，只娇弱的倚在晋王的身侧。殿下，王府这么大，青儿不求别的，只求能离殿下近一些。晋王宠溺地看着他，好，然后吩咐我给青儿安排离主院最近的幻云阁吧。芸娘马上叫道：殿下，你前日还说幻云阁合了妾身的名字，要赏赐给我住的，
你若反悔，我可不依。不如让这位新来的妹妹住在杨柳院。如今春光正好，柳树茵茵，正是惬意的时候，而且还与妹妹的性相称，多好。晋王笑道：好，就住杨柳院。杨柳院是王府最偏的院子，春夏还好，绿树成荫。到了冬日，寒风凛冽，那边荒芜一片，无趣的很，连下人都不愿多去。玉清气得险些扯烂了袖中的帕子，却碍于今日第一日入府，不好闹得太难看。晋王为了补偿他，流水般的赏赐搬进了杨柳院，连续2个月都宿在那里。玉清顿时得意起来，给我请安时，故意迟了1个时辰，嘴角扬着得意的笑。姐姐莫怪，王爷昨晚闹得晚，今早让我休养好再来请安。姐姐不会怪我吧？我自然不会，但是有人会。放肆！区区侍妾请安竟敢迟到，难怪连淑妃娘娘都听闻了，说王爷宠妾灭妻，迷上了一个狐狸精。说话的是淑妃派来的嬷嬷，我按捺不动半个月，等的便是今日。我知道淑妃绝不会容忍柳玉清如此嚣张，坏了王府规矩。果然，柳玉清故意迟到，与嬷嬷撞了个正着。嬷嬷看着柳玉清狐媚的模样，冷着脸厉声训斥：跪下！一个侍妾怎能这般骄纵？来人，按娘娘吩咐，在院子里跪着抄女则10遍，什么时候抄完了，什么时候起身。玉清慌了神，脸色惨白，眼看就要被拖出去，哀求道：姐姐，你任由别人欺辱我，等王爷回来不会放过你的。我一脸慌乱。嬷嬷，王爷回来生气怎么办？妾身怕惹王爷不快。嬷嬷恨其不争地看着我：您可是王妃，您怕什么？进王府出王爷，便以您为尊。玉清顶着大太阳，跪在院子里的青石板上，颤抖着抄女则，2个美妾则坐着软椅在树荫下看热闹，满脸幸灾乐祸。2个时辰过去，我不动声色，看着玉清的丫鬟从侧门悄悄跑了出去。不过2炷香的功夫，王爷匆匆赶了回来。玉清看见王爷，瞬间泪眼连连。殿下，你再不回来救青儿，青儿只怕就没命见你了。王妃要害我，把我跪在这里抄女则。我无助地站起来，不是我，是晋王气冲冲过来，不等我说完，啪的一声，直接给了我一耳光，我整个人被打得偏过头，倒在了地上。芸娘和月娘尖叫赶来：王妃你没事吧？晋王黑着脸：原以为你是贤惠之人，没想到居然是个妒妇，为了争风吃醋，如此对待青儿，你简直太让我失望了。我捂着煞白的脸，嘴唇血色全无。王爷，是母妃派嬷嬷来下的令，与妾身无关。青儿好害怕，青儿的肚子好疼啊！王爷，我的月事晚了几日，不会是有喜了吗？我肚子好疼。王爷一听，大惊失色：叫太医，快传太医！然后狠狠瞪着我，眼神凶狠。若是孩子有半点差池，本王便废了你！青儿在王爷怀里，一脸得意地看着我，用嘴型说着：你输了。我倒在地上，掩住了嘴角的喜色。王爷一脸着急地让太医诊脉，认真把着脉。无碍，不过是吃多了寒凉之物，所以才会腹痛。如无意外，娘子的月信这2日便该来了。玉清一脸的不甘：你再诊诊，不是有身孕，为何我总感觉胸闷想吐？娘子只怕油腻之物吃多了，换些清淡的饮食便无碍了。正在这时，芸娘冲进了院子：不好了，太医，快去救王妃！王妃小产了！所有人都愣住了，院子里瞬间安静下来。晋王立马冲了出去，太医诊了脉，摇头叹气：王妃体弱，又受了推撞，所以小产了，得好生静养才是。我的眼泪滚落下来，抚着小腹。我的孩子！我的嬷嬷和丫鬟们哭作一堆，珠儿泣不成声。小姐自从嫁进王府就没有开心过一日，柳娘子为何要冤枉王妃？明明是宫里的嬷嬷罚她，她却怪在您身上。这样大的委屈，奴婢回去告诉侯爷，让他来给小姐做主。晋王听了太医的禀告，进到屋内，轻拉着我的手：你好好养着身子，以后我们还会再有孩子的。我将手抽回，别过脸，眼泪顺着眼角滑落，浸进枕边。殿下不信任妾身，妾身一时无话可说。月娘却开了口：王爷，那柳氏一看就是故意冤枉王妃，难不成就这么算了？晋王一脸的纠结，我苍白着脸，忍不住开了口：王爷，玉清只比妾身小半岁，她还算年纪小吗？如果王爷不喜欢妾身，大可给妾身一纸休书，也免得让我在府中惹人嫌弃，任人欺凌。晋王皱着眉：王妃，你是本王的妻子，要贤良顺从，岂可因为一点小事就置气？难不成为了一个孩子，你便要本王打死她不成？她是你的妹妹，你怎么能如此狠心？不过是小产罢了，这胎儿才1个月，尚未成形，你又何必借故闹事，咄咄逼人？这个男人真是让人心寒至极。看来我吃了那味药，伪装成流产的脉象是正确的选择。正说着，外面传来下人的禀报：王妃，柳娘子来了。柳玉清扑通一声跪下：姐姐，都是妹妹的错，请姐姐饶了妹妹这一次吧。我当时害怕极了，所以也不记得自己说了什么。
求姐姐责罚。我的嬷嬷冲过去，啪一个耳光打在他脸上。你一个妾室也敢这般张狂，在王妃面前如此嚣张，害得王妃如此，以为你哭一场便没事了。柳玉清倒在地上，哭得更凶。殿下，妾身知道错了。晋王冲了出去，狗奴才，好大的胆子，敢这么对本王的人！玉清是本王心爱之人，也是你能碰的，以下犯上。来人，把他拖下去打20大板。嬷嬷仰着头，王爷，我是王妃的乳母，你打我岂不是打王妃的脸？你将青儿推倒在地，本王还不能教训一个奴才吗？来人，给我打！侍卫冲过来，将嬷嬷压下，正要打板子。住手！是父亲正带了侯府侍卫大步冲了进来，后面还跟着我的贴身丫鬟珠儿，想必他刚才跑回侯府报信了。父亲冷着脸进来，王爷，听闻以儿被王府的妾室冤枉，小产了。晋王自岳父大人，不过一点小事，怎么惊动了你过来？父亲指着嬷嬷，以儿的乳母护着她，却要被责罚。看来王爷是觉得我们侯府的人不懂规矩，那王府的奴婢不懂规矩，怎么王爷不罚？一个妾室以下犯上，重妾灭妻，难道不怕言官参奏吗？晋王有些不满地说：“不过是后宅女子争风吃醋，青儿也是岳父的女儿，不如就此算了。本王承诺，一定再给王妃一个孩子。”父亲怒极：“柳玉京早被逐出沈家，既然王爷不能给我女儿做主，便由我这个做父亲的来替她做主。”我被珠儿扶着慢慢走了出来，看着父亲，眼泪落下来。姐姐，女儿想回家。父亲一招手，派阮教来，带大小姐回府。晋王忙上前拦着：“热侯爷，这是王府的家务事。本王劝你还是不要插手为好。”侯府的侍卫上前一排站开。王爷，玉徐是我的掌上明珠，就算告到御前，我也自会去向陛下请罪。你既然不能真爱我的女儿，那我便她带回侯府去。下人抬了软轿，珠儿和嬷嬷将我包裹严实，父亲亲自抱着我上了软轿。晋王拦在面前：“侯爷，我若是不许呢？”父亲眉间一冷，一个示意，一排侍卫上前架开晋王。臣明日自会进宫请罪。王爷，请让开。我跟着父亲回了靖远侯府，而晋王宠妾灭妻，害王妃小产之事，像长了翅膀一样，半日间便传遍了整个京城。第二日，父亲拿着请罪折子进宫，跪在大殿下，请求皇上允许我与晋王和离。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，但晋王的举动也让皇上龙颜大怒。父亲人还未回府，淑妃娘娘便派人到晋王府将柳玉清抓了出来，压在院子中间。嬷嬷冷着脸：“那日淑妃娘娘派老奴出来教你规矩，你却害王妃小产，如此行为，当真闻所未闻。来人，娘娘发了话，柳氏掌嘴30，日后每日掌嘴10下，跪佛堂抄经100遍，为小产的小公主祈福。”柳玉清哭着跪行至晋王跟着，扯着她的衣袍哭求：“殿下，救救青儿吧！青儿真的不是故意冤枉王妃的，我只是太害怕了，我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。”嬷嬷厉声道：“还不拖下去！殿下，你宠妾灭妻，让王妃小产，皇上已经不满。靖远侯府也不是寒门，可以任由王爷胡来。王爷还是小心为上，别为了一个小小的妾，致使父子君臣离心。”晋王收回了求情的话，眼睁睁看着柳玉清跪在院中被内侍掌嘴，一时下去，嘴脸全肿了起来，不忍直视。柳玉清被教训了几日，乖叫了很多，不敢闹腾，又因脸上有伤不能出门，反倒安静下来，待在内院养伤。王府后宅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平静，而皇上和淑妃娘娘也赏了许多赏赐到靖远侯府，以示安慰。我与晋王不能和离，无论如何，我还是得回去当这个王妃。等到第3次晋王上门来接我时，我顺势下了坡，与他一起回了府。只是跟着回府的还有4个贴身的丫鬟，个个如花似玉，娇媚无骨。夜里晋王来看我，我垂着泪。我在王爷心中便是这般容不得人。王爷宠幸别的女子，也是为王府开枝散叶，难道我不知晓？可王爷听信妾室谗言，当众打我的脸，你让我这做王妃的日后如何立足？晋王哪里见过我这样失落的样子，心都软了，只轻哄道：“都是我的不是，你最是贤良的，我一定改，以后我再也不混账了。”我一把推开他，啐了一口，语气带着几分赌气：“太医说我的身子要将养几个月，我给殿下找了几个贴心人充实内院。殿下不如去看看新人吧，免得说我争风气促。”这话说的让晋王心花怒放，哪里有我这么贴心的王妃？当晚便速到了新妾的房里。第2日，妾室来请安时，晋王沉着脸敲打他们。之后，我不想听到你们嘴里一句王妃的不是。若不服王妃管教，王妃任意发卖了便是。说完便转身而去，玉清却扯住了他的袖子：“殿下，他们是谁？”放肆！我呵斥道：“王爷上朝去吧，这有妾身料理。”我叮嘱晋王让他离开，然后转身看向柳玉清。看来柳娘子的耳光还没吃够，居然质问起王爷来。这是王爷新纳的4个妾室，以后与你们都是姐妹，要和睦相处。从今日起，若有妹妹能诞下王爷的子嗣，无论男女，我都会和王爷说，请旨抬为侧妃。我的话音一落，所有人脸色都变了，满脸震惊。屏蔽子药，王妃未生嫡子便允许妾生，哪里见过这么开恩的主母？所有妾室都跪了下来。谢王妃恩典。众人离开后，室内一片清明。嬷嬷小声问道：“王妃这样是否妥当？”我喝着茶，轻描淡写的说：“当然妥当。
生下一儿半女便抬侧妃，谁不愿意呢？记得吩咐小厨房大补的汤给王爷备着，毕竟那么多妹妹，王爷的身子可不能累着，得好好补补。下人们的口舌要管好了。4个妾室是王爷主动要的，可不是我进献的。虽然安排了侍寝的日子，但柳玉清还是独得宠爱。每个月王爷在他屋子里歇的时间最多，赏赐的东西也最多。柳玉清再次得意了起来，甚至在一次晚饭时，盯着我头上的百宝钗，娇娇的笑道：“这钗子可真漂亮，姐姐，女为悦己者容，你装扮这么漂亮，可是最近王爷都忙得没空去你那里，岂不浪费？不如姐姐赏给我可好？”这只百宝钗是百宝楼的匠人用了半年的时间打造，从戴在我头上那一日开始，柳玉清便极度的红了眼睛。如今盛宠在握，终于向我开了口。晋王宠溺的看着他，笑着说：“不过一只钗，王妃让给他便是了。明日去账房支银子，再打一只。青儿难得开口问你要东西，你要有容人之量，给青儿吧。”我取下钗递过去，看着晋王给柳玉清戴上。王爷要处理政务，早早离了席。他一离开，各位妹妹便不安分起来。柳玉清得意洋洋地看着我：“王妃，我说过，王爷最心爱之人只有我一个，你就算是王妃又如何？王爷连你的房都不进，说出去真是笑死人了。”我借口调理身子不能侍奉，王爷确实已经3、4个月未在主院歇息，可是柳玉清却认为是王爷厌恶了我，可以任意踩在我的头上。我摸着他头上新插上的钗子，淡淡的笑了，俯身用仅我们俩能听见的声音说道：“妹妹确实是王爷心爱之人，等王爷归天那日，想必也只有妹妹有资格生死相随。”柳玉清脸色大变：“你说什么？”我一个耳光甩了过去，啪一下把他的脸打得肿起来。柳玉清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这支钗是母妃赏赐，你也敢要？你一个妾室，敢戴这支钗吗？你配吗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若是淑妃娘娘知晓，怕是妹妹又要跪破膝改了。柳玉清捂着脸不敢吭声，我笑得冷淡。听说这支16钗有多子多福之意，便赏了你吧。说完我站了起来。你记住，除非本妃赏赐，下回你若是再往我这里伸，当心被打断手。听说夜里他在晋王面前哭闹了许久，王爷都没有依他，更没有来我的院子里问罪。想必他也知道，他开口要了母妃赏赐的东西，送给一个妾室已经是大不妥。不出1个月，柳玉清有了身孕，杨柳院立刻闹腾了起来。王爷飞奔回府。好，这是我的第一个孩子。等青儿生下孩子，我定要去母妃那里为你讨一个侧妃之位。柳玉清娇滴滴地看着我：“王爷，妾身想吃姐姐亲手做的酒酿汤圆，不知姐姐肯不肯为妹妹再做一次？”芸娘嘲讽地笑道：“让王妃下厨给你做甜汤，你也不怕折了孩子的福气？”我笑道：“无妨，都是为了王爷的子嗣。王府所有人都在赞我贤惠，居然为了王爷的子嗣给妾室亲手做甜汤。我任由下人议论，每次柳玉清任性提要求时，我也都百般迁就。别的妾室不满，我忙着规劝。有孕之人是娇气些，妹妹们忍着些吧。”而柳玉清因为有了身孕，不能服侍晋王，她自然便往别的院子走得勤些。第2日，王爷前脚刚走，他后脚便冲到新进的银娘院子里，又打又骂：“你这个贱人，趁我有孕勾引王爷，不要脸的贱人，看我不撕烂你的脸！”银娘不甘示弱，俩人撕着头发在院子里打得不可开交。你是妾，我也是妾，你算什么东西？都是奴婢罢了。有了身孕还占着王爷，不要脸！王妃说了，谁能为王府开枝散包都是功臣。你凭什么打我？你一个抢嫡姐夫君的贱人，有什么脸说我？我的脸可比你干净多了。等我喝完茶，慢吞吞走过去，刚走到院门，便听到一声尖叫。只见银娘把桌上的花瓶砸到了柳玉清的肚子上，柳玉清捂着肚子倒在地上：“救命！肚子好疼啊！王爷救青儿！”有丫鬟尖叫起来：“柳娘子流血了！”地上有血迹，是柳玉清身下流出来的。快叫太医！晋王赶回府时，只见一盆盆血水从房里端出来，他踉跄着往后一倒。这是怎么了？太医摇头：“太不当心了，行之有身孕，怎可如此大动干戈？娘子小产了，请殿下勿忧心，娘子还年轻，将养好了身子，定会再得灵儿。”我拭着眼泪：“难不成是王府的风水不好？怎么我小产了，如今妹妹也小产了？妹妹也太较劲了些。因为王爷在迎娘屋里过了夜，便气得大打出手。迎娘也是，妹妹有孕气性大，她也不说让着点。王爷您别生气。王爷实在是因为他下手太狠了，我的脸都划伤了。他说我勾引王爷，可妾身真的没有。王爷为莹儿做主啊！”银娘哭得梨花带雨：“王爷是要休了妾身吗？王爷若是生莹儿的妾，莹儿不如死了罢了。”说完往后一倒晕了过去。正好太医是现成的，一把脉：“恭喜王爷，这是有喜了，1个月有余。恭喜王爷，贺喜王爷！”晋王哪还记得生气，一把抱住莹儿：“太医，莹儿可有大碍？快开些安胎药来。”我忙喜道：“快用软轿抬去屋里，把我库房里的人参取出来，煮了参汤端来。”王府喜气洋洋，围着银娘忙得翻了天，哪里还记得有个小产的柳玉清？她躺在床上，正等着王爷进去安慰，左等右等，等到天黑了，才知道银娘有了身孕。太医、王爷全去了她那里，无人再理会她。玉清砸碎了一地的东西，只哭闹着：“是他故意害我，我小产，他却有了身孕，去叫王爷来，让王爷刺死那个贱人！”
我带着嬷嬷进到他屋子里。玉清，王爷说了，你气性太大，怕你找姨娘麻烦。这几个月你便待在院子里好好反省，等姨娘胎坐稳了再让你出来。没有子嗣，什么都不是。他尖叫起来：“你不也是一个子嗣都没有？我是皇上钦点的晋王妃，无论你们谁生下孩子，都会记在我的名下。不分嫡庶，我都会当成亲生的一般看待。谁人不知靖远侯府的大小姐端方贤良，是1顶1的贤惠女子，就连淑妃娘娘都说，圣上几个儿媳哪个有我这般心胸？一个妾想和我比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”柳玉清恨毒了我，咬着牙：“你再尊贵有什么用？没有王爷的宠爱，你什么也不是。”王爷的宠爱我不需要，留给你吧。柳玉清，知道你为什么上不了台面吗？因为你永远不懂女子该靠什么东西立足。晋王不在乎哪个妾室有孕，反正都是他的子嗣。等柳玉清禁足解除能出院子时，迎娘的胎已经有7、8月大，只等着瓜熟蒂落。可是晋王却在骑马的时候摔了下来。太医说，晋王吃了太多虎狼之药，身子早已须臾，赛马时头晕坠马，从马上掉下来，肋骨摔断了，躺在床上不能动弹。而太医也回禀了淑妃娘娘和皇上，晋王身子虚空严重，恐怕往后难以再有子嗣。我跪在皇帝和淑妃面前，臣妾无用，未能规劝夫君，甘愿自请下堂领罪。晋王的荒唐世人皆知，淑妃听了，只支起我的手。这怎么能怪你？是我将他宠坏了，日后王府还要多靠你，你可要撑住啊！晋王知道后，砸烂了一个屋子的东西，只有柳玉清偷偷的买了大补的虎狼之物，悄悄让晋王吃，让他暂时又觉得自己可以了。1个月后的某个深夜，一声尖叫打破了晋王府的平静，晋王暴毙在了床上，而尖叫的人正是玉清。太医说他一次性吃了太多虎狼之药，所以暴毙而亡。我红着眼，带着一府的妾室，满身缟素为王爷守孝。淑妃拉着我的手，可怜你年纪轻轻便要守寡，皇上问了你爹的意思，如果你想的话，皇上允你大归。皇上允我大归，说得如此动人，但是自我朝以来，还未有一个王妃能大归的，这关乎皇家颜面。我摇着头跪下，母妃，我是晋王妃，我不会离开王府的。等迎娘生下孩子，我会好好抚养她，日后继承她父王的衣钵，将王府发扬光大。淑妃感动地看着我，泪水砸在我的手背上。好孩子，你放心，母妃不会亏待你的。她那些妾呢，要如何处置？若按规矩是要全部殡葬的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迎娘怀着身孕，不能殉葬。另外几个王爷生前也不怎么宠爱，不如放他们去庙里祈福。王爷最喜欢的只有一个柳氏。淑妃冷着声音，当日便该绞杀了他，如今殉葬倒便宜他了。罢了，让他殉葬吧，其他的妾事由你处理。本宫实在伤心，管不了这些。晋王是淑妃的次子，他虽伤心，却还是要打起精神来。是，儿媳一定处置好。柳玉清被带走时尖叫：“我是王爷最喜欢的人，你们敢动我！”正因为他最喜欢你，所以才派你去陪王爷呢。其他的妾室都去了庙里祈福。几年后，世人淡忘了，我悄悄派人陆续替他们做了假死的收尾，将他们全都送出了京城。至于我带去的几个丫头，我将他们的参气绿洲还给他们，允了他们自由。迎娘在2个月后生下晋王的儿子，出了月子后，她自请离府而去。我问她为何要走，她说：“迎儿无父无母，如今自己虽然做了母亲，却也向往自由天地。”看着她决然的模样，我有些感慨。这一走了，他日若要回头，可就难了。迎娘拜倒在地，迎儿不会后悔，还望王妃对这孩子视如己出。几年后，世子承袭了晋王的爵位，皇上和淑妃对这个遗父子都很疼爱。孩子被我养在膝下，教养得很好，与我很亲近，每日叫着娘亲，娘亲。父亲问我是否后悔，若想离开，并非全无办法。我看着远处玩耍的孩子，摇头，在哪里都是一样的，女儿不后悔。如今偌大的王府都是我和孩子的，没有王爷，只有王妃，这是再好不过的事。圣上与淑妃念我抚育晋王一父子，特下只尊我为晋王妃太妃，心中却无半分激动。我要的从不是怜悯与册封，而是这无人管束的自在。柳玉清一死，靖远侯府的柳姨娘彻底疯癫。她曾派人无数次求见，想求我给她一条生路，想求我念在姐妹一场，饶她几分体面。我只让门房回一句：沈玉清早已逐出族谱，与侯府与王府再无干系。他生是晋王妾，死是晋王鬼，与我沈玉仪毫无瓜葛。我不愿见他，不是恨，是不值。为一个薄情男人毁了自己一生，拖垮生母，搅乱家族，到头来一场空。这般活法，我连侧目都觉得浪费。一时间，晋王府成了京中最清静、最规矩的亲王府邸，再无争风吃醋，再无狐媚邀宠，再无侍妾争宠，吵嚷不休。我每日晨起打理钟馗，核对田庄账目，查看商铺收益，午后读书习字，抚琴插花，
傍晚在庭院散步，看落日余晖洒满王府，珠儿与乳母伴我左右，日子清淡却安稳的让人心安。京中贵女们常来赴宴，见我这般活法，无不艳羡，个个面带疲惫，唯有我一身素衣却气度从容，眉眼间无半分怨气压抑。有人问我，太妃年纪尚轻，当真要守一辈子寡？圣上当年明明允你大归，你为何不走？我执杯浅酌，笑意清淡。去哪里？再嫁一人，再入一府，再重复一次妻妾纷争。我如今手握王府大权，衣食无忧，无人管束，不必看男人脸色，不必受妾室嫌弃，这般日子人间难得。他们哑口无言，眼中艳羡更甚。我用3年时间重整产业，精简开支，开拓商路。不过5载，晋王府家底便厚过当年数倍。我亲自下乡查看田庄，兴修水利，见商铺掌柜，谢谢过问身体，便立下新规。现南北商庄，仁德策一时间，晋王府名下佃户感恩，生意越做越稳。圣上听闻，数次在朝堂夸赞晋王妃太妃贤能持重，治家有道，宗室女子当以她为范。淑妃更是时常召我入宫，与我闲话家常，待我如亲女。当年大婚之日，看我笑话的人，如今见我，无不躬身行礼，恭敬万分。岁月流转，18年弹指而过。晋王遗父子赵承泽已长大成人，风华正茂，文武双全。他自小知礼懂事，从不在我面前恃宠而骄。他知我抚育之恩，持家之苦，待我至孝，事事以我为先。他成年那日，跪在我面前，沉声道：“娘亲孩儿已成年，愿承袭爵位，替娘亲撑起王府。往后娘亲只管安享尊荣，一切交由孩儿。”我看着眼前身姿挺拔、气度沉稳的少年，你要承袭爵位，我不拦你，但你要记住3句话：第一，莫贪美色，莫宠妾灭妻，家不和则万事不兴。第二，莫进奸佞，莫荒疏学业，身为宗室，当守本心，忠君爱民。第三，晋王府的安顿是我用18年清静守来的，你若毁了，我便离府而去，此生不再见你。承泽重重叩首，孩儿谨记娘亲教诲，绝不敢忘。不久，圣上降下圣旨，册封赵承泽为晋王，承袭爵位。礼毕，他第一时间赶回王府，亲手将亲王印玺递到我手中。娘亲，孩儿只做朝堂之事，内院家务全凭娘亲做主。我没有接印玺，只淡淡道：“你既已袭爵，便是王府之主，往后交给你了，但规矩不能破。”承泽连声应下，从此事事禀我，从不敢擅自做主。他果然为负我教诲，为官清正，深得圣上信任，成了宗室中最受器重的亲王。京中人都说晋王妃、太妃半生清冷，却养出了最出色的亲王。我只一笑置之，我从未刻意教他什么，我只是用我18年的活法告诉他，女子不必靠男人立足，男子不必靠美色度日，立身之本在德行，在能力，在心性。承泽袭爵后，数次劝我：“娘亲，您一生辛苦，何不游历天下？孩儿为您备好车马护卫，您只管去看遍山河。”我心微动，困在王府18年，我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只能在后宅周旋的嫡女。我有财力，有身份，有自由，为何不去看看这万里河山？我应允了。离京那日，承泽亲自送我到城门口，跪地不舍。娘亲，万事小心，孩儿在府中等您归来。我扶他起身，淡淡道：“不必等，我想走便走，想回便回。晋王府有你，我放心。”我只带了珠儿与2名侍卫，轻车简从，离京而去。第一站，我去了江南。烟雨江南，小桥流水，白墙黛瓦，品茶听曲，看桃花落满衣襟，听春雨敲打着窗棂。没有规矩束缚，没有人事纷扰，没有朝堂纷争，只有自在与惬意。我去了当年我放走的那些妾室所在的江南小镇，见我前来，无不跪地感激。他们说，若不是夫人当年放手，我们一生都要困在后宅之中。我只淡淡道：“路是你们自己选的，安稳是你们自己挣的。”离开江南，我又去了塞北。风吹草低见牛羊，我骑着马驰骋在草原上，风拂过发丝，心中积压的最后一丝尘俗之气也尽数散去。我才明白，女子的天地从不止于后宅方寸之间。我又去了西域，看大漠孤烟，看长河落日，看人间百态，一路走，一路看，一路心安。我才真正懂得，当年我不肯大归，不肯再嫁，不是执念，不是守节，是我早已看清，女子最好的归宿，从不是男人，不是婚姻，不是子嗣，而是自由与底气，是自己给自己的安稳。柳玉清用一生争宠，最终化为黄土。在外游历3年，我重回晋王府，承泽早已在府门前等候，见我归来，快步上前，亲自扶我下车。娘亲，娘亲，您终于回来了，孩儿日日挂念。王府依旧清静规整，比我离开时更显雅致。承泽道：“娘亲，您不在的3年，孩儿谨遵您的规矩，王府无半分纷争，无半分乱象。”我点头，
走进主院，珠儿端来我最爱的以前龙井，茶香清冽。我看着庭院中盛开的梨花，心中平静无波。程泽站在一旁，娘亲，如今王府安顿，孩儿仕途顺累，您还有何心愿？孩儿必为娘亲达成。我执杯浅酌，我此生别无心愿。当年大婚被人抛下，被人嘲笑，我不曾怨；当年被晋王掌掴，被庶妹构陷，我不曾恨；当年守寡持家，孤身称府，我不曾苦；当年游历山河，独来独往，我不曾忌。我这一生不争宠，不抢爱，不依附，不卑微，我以己身立足，以己心处事，如此足矣。娘亲风骨，孩儿一生难及。我扶他起身，不再多言。窗外梨花纷飞，落满庭院。晋王府早已无当年的荒唐与纷争。我这一生从未争宠，却赢了世间所有女子。居王府之巅，长自己的人生，享自己的岁月。